被害人艺名雨嫣，原名吴四妹，38岁，16岁时以模仿邓丽君的歌而出名，曾有歌曲磁带发行，连续保持3年第1的记录。退出歌坛以后，一直与其经纪人刘洪斌同居。听说还有一个相好的，是他活跃歌坛时候的一个化妆师，叫波波，就是他。后来这个波波开了一个美容工作室，离案发现场不远。尸检结果呢？尸检结果显示，死者没有遭到过性侵犯，另外他身上没有任何搏斗和厮打的痕迹，是被人掐住脖子窒息死亡的。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昨天的傍晚7点至8点钟左右。嫌疑人作案的时候准备非常充分，戴着手套，穿着鞋套，手套、鞋套以及装尸体的垃圾袋都是在市场上普遍在卖的最廉价的那种。这是我从死者的随身包里找到的，里面有死者的随身物品以及金银首饰。很明显，发现尸体的地方是抛尸现场，咱们要尽快确立第一案发现场，马上对被害人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。开始吧。韩丽，你刚才说语言那个相好的叫化妆师波波，先去他那儿。明白。李焕，那个邓什么来着？这邓丽君啊？啊，对，是谁啊？甜蜜。这歌怎么这么熟啊？哟，来了，你们先坐下等一下啊。对不起，我们不理发。我知道，你们是警察叔叔是吧？你就是那个形象设计师波波，那里有名片，自己拿啊。有点事儿要跟你了解，希望你配合。早上没开门的时候啊，就看见你们在垃圾桶那折腾。哎，感情死的是他呀？你跟他很熟吗？哎，饮水机在那边，喝水自己倒啊。书架上有好多画报，都是介绍我的，你们先看看，等我做完了好吗？哎，你哪那么多话呀？我问你呢，你最后一次见到被害人是什么时候？你等一下可以吗？您快一点可以吗？有一个女人死了，跟你关系非常密切，我们是刑事侦查，希望你能配合。如果你认为这里不方便，行，那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哎呦，干嘛这么凶啊？女孩子嘛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温柔啊是女孩子最漂亮的衣裳。哎，现在我就不进去了。为什么？我实在是受不了这波波，我想吐，饶了我吧，行吗？拜托二位了，拜托二位。我是著名的形象设计师，雨嫣呢是我的顾客，我为她做了很多年的美容和化妆。你们还想知道些什么？据我们了解，你和被害人还不止你刚才说的这种关系。那你是指肉体关系吧？跟我有这样关系的人多了，我不明白这能说明什么。既然你和他有这样的关系，那你一定很了解他了。我不了解。不错，
出事的前2天啊，他来找过我，死缠活缠的，你说我能怎么办呢？哎，谁让我心眼善呢，就没拒绝他。昨天夜里你干什么去了？工作呀，我一直啊都在工作室待到凌晨呢。哎，我的助手们都在啊。我的乐趣啊，就是我最骄傲的事业。我在这个丑恶的世界里啊，我寻找美，创造美。我呀是美的使者，我是为了美而存在的。我们的关系啊，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。那是哪样？抽他。他来找我的目的啊，就是让我抽他。要不说，女人都是贱货呢。你能不能再说明白一点？他呀，就是好放个箭，愿意啊让人拿鞭子抽他。这样呢，才能找回他真实的自我。我了解他是什么货色，正好啊也下得去手。哎，我抽他的时候啊真解气，他呢也舒坦。我和他的关系啊，就是抽与被抽的关系。我们想找一下死者经纪人刘洪斌。洪哥很忙，我们是刑警队的，想问他一些情况。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。我们要见他本人。那你们需要等。这么早就走了，哎，太遗憾了。飞机不好看啊。他们说去吧。没等我没想哎呦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这个，哎，我给你介绍，著名音乐人林哥。你好，来。啊，好，就这样。洪哥，哎，洪哥，洪哥，你就是刘洪斌。请把门打开。你不会说你没有这个家的钥匙吧？这不是我的家。你跟雨嫣同居了这么多年，每次回来都爬窗户。这可是8楼啊！钥匙。对不起，里面正在勘察现场。
我要去准备雨嫣小姐的后事。这不仅是整个音乐界的损失，也是我个人的损失。你们还有事儿吗？案发当天你干什么了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会让我的秘书给你准备一份详细的资料。早上9点离开雨嫣住处，由于堵车，20分钟路程走路近40分钟。到办公室后，作为晚上去天津演出的准备，直到中午和办公室同事一起吃午饭。好，你不用跟我汇报，我自己会看。大约1点开车接秘密小姐，和秘密小姐同车去。这个秘密小姐是谁啊？歌坛新人，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。谢谢你们，刘总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和秘密小姐同车到高速。宋队，晚上网吧里面住了3个打工妹，其中有2个被先奸后杀，还有1个当时在上厕所。他从厕所的门缝里面看到了案发的全过程，这才逃过劫难报了案。柜子里面钱被拿走，所有电脑都被砸坏，现在里面是一片狼藉。报案人呢？在车里。去拿着买点吃的去。我跟你说话呢，听见没有？你哭他妈什么？你真没出息！别抓住我跑！别！我这不是没动吗？叫什么？于三胖。你呢？名字有什么不敢说的？没问题，说。张帅，带走。来，张帅，以后别让说啊！啊，我错了，求求你，你就放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压下去，体育3胖。求求你，千万别告诉我爸妈。他没说。这是刑警队，坐下。陈队，所有迹象都表明，被害人雨嫣的家并不是案发第一现场。还有，我用上面的钥匙试过被害人家里所有的锁，只有一把钥匙跟所有的锁都没有关系，似乎是一把没有用的废钥匙，就是这把。陈队，我查了雨嫣家所有的电话记录，雨嫣很少跟人往来，也不用手机。上个月只有不到30个电话，差不多都是同一个电话号码。事发当天的电话只有1个，也是同步电话，时间大概是中午11点钟左右。是什么人打进来的电话？不是人。不是人。是香妹的餐厅的电话。这就是你的杀人凶器吧？没错，这刀是新买的，不怎么快。让他签字。签在这儿。人是我杀的，没钱不抢行吗？这抢钱有人拦着，可不就得杀？我会被枪毙吗？小小年纪这么嚣张，不毙你留着干什么？毙就毙吧，你就等死吧你！带去。这死不死的，你说了没用，那得听法院的。什么东西这么嚣张？这个案子可以结了，赶快送检察院，判得越快越好。看什么看呢？赶紧送过去啊！把这杀人案尽快了结了，都安生了。
小宋，兄弟。哦，老刘，你看，正要把这个文件给您送过去呢。你先别急，这位是政法大学的张教授，于三胖家请来的律师。这于三胖抢劫、强奸、杀人，而且手段非常的残忍。其实请律师也没什么用。哦，有了新的情况，我的当事人提供了证据，于三胖作案时不满18岁。什么？不满18岁？不可能啊！那身份证上不是明明写着呢吗？可身份证写错了，差2个月，我们查阅了他的出生证和当时的户口登记。他是主犯，凶残无比。小宋，我们都是执法者。我明白。那我们告辞了，请吧。二位请吧。二位慢走。不满18岁，居然他不满18岁！哎，唐辉，马上查查这小子准确年龄。我觉得这里边有什么猫腻。他是我们这里最勤快的服务员，一般订餐送餐的活呢，我都是派他去，也是为了给顾客留个好印象，多留住一些客人嘛。那个送餐电话是你打的吗？哦，中午送餐也是他去的。来，我给他送中午饭的时候，他还是挺好的呢。你说这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？你不用着急，坐下慢慢说，好吗？我真急呀！送饭那是几点？还记得吗？差不多12点左右吧。我给他送了萝卜干腊肉、肉末酸豆角，都是他喜欢吃的。我还特意嘱咐厨子多加了点肉丝儿，连米饭也多加了1大勺。当时他们家还有别的人吗？没有，就他一个人。你怎么那么肯定屋里只有他自己啊？没有人的时候，他才抱着我亲呢。亲你？啊，语言大姐对我可好了，每次都让我送餐，每次还都给小费。她不穿的衣服也给我，连香港的呢子大衣都给我，还留我在他们家住，洗热水澡，用高级沐浴液，睡弹簧床，就睡一个被窝。你们俩？啊，这女人跟女人不算流氓。语言大姐说了，她说只有男人才会骗女人，女人跟女人那是亲热。你经常去给他送餐，你发现过他们家来过别的人吗？就见过红哥，我理都不愿意理他。为什么？他是个流氓，现在又跟别人好上了。和谁啊？不知道，狐狸精呗。那天你为什么没去给他送晚饭呢？本来我是打算给他送晚饭的，天帮黑的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想问问他晚上吃什么，可是打了很多遍都没有人接。哪成想，他就被人给害了。那晚上你是几点给他打的电话？新闻联播刚开始的时候。那么晚才送餐，那不太晚了吗？为什么？那天我不上晚班，红哥去外地了，我是想送完了晚餐就不回来了。你晚上打电话，肯定他们家没人接。下午我给他打电话就没有人接。下午就没人接？对，我就是想问问红哥晚上回不回来，如果不回来，我就早点下班。可是电话没人接，我想也许他可能在洗澡。过了半个钟头，我就又给他打，还是没人接。想再打，我们老板就来了，我就没敢再打。你打这个电话大概几点？3、4点钟吧。谢谢你，警察大哥。我特想语言大姐，你说，以后我还能碰到像语言大姐这样的好人吗？查来查去，波波和刘洪斌作案的可能性都不大。为什么呀？
波波那天晚上一直在工作室工作，刘洪斌带人到天津市演出去了，两人都有人证明没有作案时间呢。我们才接触这个案子，刚刚开始不能就被作案时间困扰住了，有的时候可以绕过去，对一些重要的证据先做独立的分析。你不一直说要善于把一些可疑的线索联系起来吗？有些案子很复杂，罪犯有反侦查经验，他们会制造假象，让我们陷入一些误区。具体到这个案子呢？我想首先可以先考虑有没有作案动机。其实刘洪斌应该是有作案动机的，他不是一直想摆脱被害人的纠缠吗？作为一个经纪人，被一个过激的歌星纠缠，的确很让人心烦。只是，这能成为他杀人的理由吗？如果他杀了人，那这就应该算是个理由。关键是刘洪斌厌烦语嫣到什么程度，还能不能忍受？我还是想说作案时间。被害人在被害的时候，刘洪斌可正在天津演出呢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被害人究竟死在什么地方？被害人的家里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，痕迹检查也排除了家是第一现场的可能。据香妹的餐厅服务员反映，被害人至少从下午3、4点钟开始就已经不在自己家了。从这个时间到晚上7、8点钟，他被害，这段时间最关键。被害人这段时间到底在哪儿？我想，知道了这个，就离找到第一作案现场不远了。我说错了，是你提醒了我，有可能被害人被胶带缠住手脚、封堵住嘴之后，过了10几个小时才被杀害的。可以做这种假设，这是有检验根据的。这很重要啊，这起码说明被害人在离开住处到被杀害之前的这段时间，一直被控制在嫌疑人手里。当然了，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被害人被害之后，嘴上和手上的胶带纸没有被撕去，而是又继续贴了一段时间，直到嫌疑人抛尸前后才撕去的胶带纸。如果真是这样，被害人被嫌疑人控制了起码有5、6个小时之后才被杀害，那他被杀害之后，他在哪儿？我去银行证实了，这把钥匙是银行为储户开设的保险柜上的钥匙，登记显示是吴四妹。经过银行同意，我打开了保险柜，看见一份契约，这是那份契约的复印件。这是刘洪斌和雨嫣前几年签的一份契约，契约上写着，两人中不管哪一方遇到意外，其财产都归另一方继承。你怎么就想到银行？可惜啊，这只是一个孤立的证据。别急啊，你不总说把所有的孤立串联起来，就是一串完整的项链吗？好，你们要看吗？我这儿也有一份契约，看好了。我就为了区区20几万块钱杀人，笑话。不过我也不怪你们，这是你们警察的思维。你坐下，你坐下慢慢说。你们知道我组织一场演出多少钱吗？我的车、房子多少钱？你们知道？这里是公安局，不是你放肆的地方。你们警察见过多少钱啊？你再有钱也抵消不了你犯罪的可能。案发当天你都干什么？我给了你们一个详细的材料了，你们要是不信去核实。你早就想甩了被害人，因为他老纠缠你，所以你厌烦了。对，我是厌烦他了，我还想过让他死呢。可我不知道是谁杀了他，谁干的。我没杀人。先别忙着给自己下结论，事实会说。我根据被害人嘴上贴过的胶布推断，被害人有可能在当天下午的1、2点钟就被贴住了嘴，而直到晚上7、8点钟才被害的。下午1、2点钟正是刘洪斌离开本市的前后。
被害人被害的时间是在刘洪斌在天津市演出开演的前后，从本市到天津市需要5、6个小时的车程。如果说刘洪斌有很大的作案嫌疑，他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。可到现在为止，咱们谁也不能肯定第一案发现场，也就是雨嫣到底死在了哪儿。这需要证据。来，大家长，帮我们签个名吧，你们帮我们签个名吧。来，大家长，帮我们签个名吧。好，帮我们签个名吧。改天再签，改天再签。拜拜。对不起，我不签了。你好，既然是公安局的，请问你是咪咪小姐吗？我是，刚才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你们是。我们只是不想破坏你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，所以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怎么又是你们？哎，你们还要调查起来有完没完？案子没破嘛，总免不了打扰你们。我们需要秘密和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那好，那我陪他一起去吧。不用了，但是他是我的经纪人。对不起，我们暂时还不需要和这位经纪人谈。雨嫣出事那天是你和刘洪斌一起去的天津吗？是啊。他大概几点接的你？不用大概，他一向都很准时的，就是1点钟，他开他的奔驰车在我们家门口接的我。就是说你们俩始终在一块儿。对啊，我们一起去的高速路口和大家集合的。你好，再见。拜拜。中间就一直没有分开？没有，一直到了天津体育场演出场地。怎么了？回来的时候我还是坐他的车，天都快亮了，所以就一起去了我的住处。然后你们就分手了？没有分手。停了车以后，我们一起上去的。那你上台演出，他总不可能还跟你在一块儿吧？但是他一直都在台边上鼓励我。那天头一个节目就是我的，下了台他还送我花。那天我表现的特别的好。谢谢你啊。团队，我希望以后你要永远的支持我。会的，我希望你也能支持我们。哎，对，团队，你看，这是我现在最新的专辑，送给你，上面还有我的签名。他以后有什么事儿，请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谢谢，不客气。拜拜。再见。咪咪的 CD 啊，还是亲笔签名的，送给我吧。哎，拿什么跟我换啊？我请你吃饭，要不你说你吃哪儿饭？用案发现场发现的有价值的痕迹跟我换。哎，有啊，那个垃圾箱周围啊，除了一些环卫车的轮胎痕迹以外，还有一些米其林的轮胎痕迹。要不是米其林的就好了。为什么？满世界都有的东西能说明什么？哦，对，说的对，就像咪咪的 CD， 就这么一张，多珍贵。你确定车里坐的是她吗？对，来回都是咪咪小姐。回来的时候我刚好换的班，也是我收的费。开车的是谁？一个男的，来回都是他。大概是什么时候？去的时候是下午2点多吧。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。你好，再见。虽然现在有大量证据都指向这个红哥，但他的确有最确凿的不在场证据。从天津市回来，想做了案再回去根本来不及。
就算你坐飞机想从演出，天津坐飞机，还不如开汽车快。现在时间怎么也是对不上。从被害人在事发当天下午1、2点就被胶带控制住，到晚上7、8点被害，这时刘洪斌一直在演出啊。如果咱们一开始就想当然的认为雨嫣是死在了本市，现在咱们打开点思路啊，想象雨嫣被害于外地，她在下午1、2点钟就被嫌疑人用胶带纸控制住，然后放到了汽车的后备箱，拉到了天津。这样晚上演出的时候，刘洪斌可就完全有可能悄悄地溜出去作案。这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啊！然后刘洪斌再回到他演出的地方，装的跟没事人似的。然后他再把雨嫣给拉回去。为了给这个时间找一个证人，他故意和咪咪一起回到其住处，然后等咪咪睡着之后再溜出去进行抛尸。对呀，这样这时间就完全对上了。这个世界可真是小啊！好了，开始吧。这个世界可真是小。看往后一点，来，再来一遍。开始。这个世界呀，是越来越小了。想当初我刚刚出来的时候，路上就用了3天呢。先是坐汽车，然后又坐船，最后还坐火车。这个世界可真是小。看往后一点。请你们不要影响我们工作。开始。先是坐汽车，然后又坐船，最后还坐火车。车在这儿呢。你们到底要干嘛？把后备箱打开。这个出生年月做过改动。好。哎，出生证明调出来了吗？哦，医院说下午他们送过来。好。2条人命还想躲过枪子儿，没门儿。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吗？那天我们到了我们家楼下，然后我先下车，他也就跟着下了车，我们就一起上楼了，就是这样。上楼之后呢，就休息了。那天我演出很成功，兴奋的根本睡不着觉，所以红哥让我吃了药才睡着的。安眠药？对，吃了2片呢，我还从来都没有吃过那么多安眠药。
那要这样的话，刘洪斌就有了足够的时间了。时间？什么时间啊？抛尸。抛尸？对，在你上了他的奔驰车之前，后备箱里就已经藏着被害人雨嫣了。不会吧？到了天津市，在离演出还有一段时间之前，你的红哥自己掐死了一直装在车后备箱里的雨嫣，演出结束后又一路带了回来。那你们的意思是说，我回来的时候，那辆车后备箱一直都装着一个死人？对，经过 DNA 测试，刘洪斌奔驰车里的头发是被害人雨嫣的，而且那些刮下来的物质和被害人嘴上、手脚上留有的物质比对一致。于三胖的出生证明是真的，满不满18岁？不光不满18，而且还不到17。不可能，不满17岁。这户口本、身份证全是18呀。我向他们家长了解过，他们说改大了1岁是为了让他早上学。当时我还不信，我也不信。做骨龄测试，根据骨龄测试，于三胖确实不满17岁。为了保证测试的准确，我还去了一趟医科大学，找了几位教授，结果都一样。没想到这个祸害还真把命保住了。小宋，也别太遗憾，毕竟我们也维护了法律。我真想去会会这个于三胖。老头儿，是你呀？哎，我拿根烟抽成吗？我都好几天没抽，我憋死了，我都快。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是吧？怕？不，我怕？我怕什么呀？我怕什么？20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。哎，对了，20年后你得60、70岁的老帮菜了吧？嘿嘿，我那时候才30多岁。我这日子还长着呢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这身警服，我绝不会轻饶你。不过，20年对你来说，确实少了点。20年，20年。人是我杀的。对一个和你相爱了那么多年的人，你怎么能下得去手？谁难受谁知道。他这么多年来，天天死死的纠缠着我。他就像我脖子上的一根绳子，每时每刻死死勒着我的脖子。说实话，我就是不把他弄死，我早晚也得被他活活的勒死。这种杀人方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这几年我想过的杀人方法不下好几万种，开车想，吃饭想，睡觉想，反正无时无刻不在想。最后还是我的奔驰车给了我灵感。希望越是在这种时候，你越要支持我。我改天有时间去欣赏你的演出。哎，对了，我送你一张我的签名照吧。
再见。我的再见。拜拜。小光，什么呀？你的偶像？哎，去，你收起来了。知道孟桃吗？这几天的排行榜，孟桃是第1，这果实了。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